邵主公。邵主公，姓董的果然不禁下，什么都交代了。收买董仓管的人叫许进忠，家住冯夷郡，世代打铁为生，不知为何忽然便入了仕，如今是掌管兵器的上方令。许进忠定期会给董仓管银钱，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许进忠将军械运往何处，又卖给何人，他一概不知。哼，许进忠，这名当真有趣，就是不知他究竟在向谁尽忠了。此番作为多久了？足有半年多了。这半年来，除了咱们最后一战，天底下未再起干戈。这许进忠吞下这么一大批军械，看来他的买家所图不小。此人现在何处？自董仓管被捕后，已几日不曾露面。继续查。是。那董仓管那边如何处置？他对上方令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论罪，他当发配边塞。告诉廷尉府，发配前让他回趟陈家吧。能抓住董仓管，查到这些线索，也有陈四娘子一份功劳。我们当投桃报李，还他一个人情。发配前，让董仓管见一眼亲人。邵主公什么时候学会投桃报李了？不是说不管上四娘子死活？还问？你是想避刑还是关钱？邵主公不会对我们这么狠的。那得看心情了。我明日便放董仓管回家，报答程家娘子。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可从未见过。这簪子可真好看，还不止这些呢。女君心中记挂你公子，这么些年，但凡是见着，都想给女公子留着。学识渊博，他竟然令你公子成了睁眼瞎，对吧？
哈哈，没事儿。阿富啊，以前也是正眼瞎，不过有你阿母在了，你阿母的学识啊，别说在乡里，就是在整个郡县，那也是很有名的，对吧？其实也不能全怪二叔母，我的确不爱读书，可能是随了阿父。那就慢慢学。你阿父自小忙于农务，之后又四处征战，自而立之年才开始习文。如今朝政奏章，四处寻报，他已能够畅阅无碍。哎，读书的事儿啊，来日方长。董家人快来了，夫人随我先去。苗脚啊，快去更衣，啊！这些书简都留下。家中出了如此大事，还有心梳妆打扮，倒让长辈们在这儿候着。往日里二叔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二叔母往日曾说过，董姓亲戚与我毫无干系，也不必见。所以袅袅不知，是该来，还是不该来。怎么与你毫无干系啊？你是我家女娘，正经母家人，为何不能相见？你少说几句吧。这除了小辈儿的女娘都比你大，少商来晚了，我们都没责备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三娘子到。泱泱见过大母，伯父伯母，阿母。你怎也来得这般迟？女夫子布置了许多功课，所以来得迟了些。这倒不是我自夸。泱泱虽自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可在舅父家时就好看书习字，不像有些个小女娘，成日里尽挂住贪玩胡闹，不肯读书，偏我是打也不行，骂也不得，真叫长辈们操心。阿父阿母，袅袅不爱读书，多亏了二叔母，从不强求我。二叔母还说，女娘嘛，日后记得郎婿的名字就可，学这么多也是无用，不必像我阿母这般能文能武的。你少扯这没用的蠢货！他若是散漫惯了，不学好，将来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一般，被圣上发配到边疆去做苦力吗？哎，快扶我去看看！哎呀！堂子，坐着干嘛？看热闹去。千万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，阿弟啊！好，还有，以后你们家人
不要再上这儿来了。大郎官职要升上去，家里总要立规矩，总不能像乡下一样，什么山猫走兽的都往家里闯啊！不要你了，我说大拇指平日依然会喝酒在地上耍赖，是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不管你了呀？我怎么就不管你了？家族渊源。嘘，莫要非议长辈，仔细大伯母听见了要罚你。起初都有奴婢使唤，阿父在世的时候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？我怎么就对不起阿父了呢？哎呀！可是你过得比我更好。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。程家的好日子都是大郎血里活里拼出来的。你是董家子，我是程家父，咱们虽然是手足，但是拜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今天程氏全家都来给你送行，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。程家。就是你！这是程家，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武扬威。程氏，我到这白眼狼像谁？小小年纪出卖至亲，无情无义，都是随了你呀！程长生，难怪他要这样对你呀！好。舅爷说的这是何话？大母她如何待我了？阿子当日亲口跟我说的，小史留下这个小弟娘，日后恐怕会和他阿母一样招人厌烦。不如早日把他气了出门，也省了程家的米粮。你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污话？你少污蔑我！哎，这舅老爷莫不是疯了吧？怎么在这胡言乱语呀？快来大哥，快把人拉走，快呀！对了，还有你，你这养个小女娘，不过10几年，咱们把她给养废了啊！让她日后补救都来不及。不是，程，知道为什么不教你习文识字识礼了吧？啊！我外甥这些年寄回来的银两，全跑你荷包里去了。你胡说！你还在这装什么装？还带走了！快！你们程家啊，无情无义啊，视我于流放不顾。我让你们待在这儿，也就叫安生。你是谁呀？你快走吧！你再不走，我们家的日子过不下去。阿子，你当年在阿父面前知道他妈的事啊！你这样对得起阿父在天之灵吗？可曾有查到许敬中的消息？少主公，咱们的人在他的宅子外面守了好几日了，他未曾归家，始终下落不明。他可有任何家眷？无妻无子，孑然一身。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想要避人耳目，会选择何处？自然是自己最熟悉，其他人猜不出的地方。没错，人逢危难之时，通常会选择自己熟人之处，所以董仓管才会躲去当年与陈老夫人相依为命之时所住的乡下庄子。这许敬中无妻无子，老家又在丰邑，所以在这都城之中，他最熟悉之处，除了自家宅院以外，就是打铁铺子了。属下立刻排查城中所有打铁铺。准。
这个杀千刀的祸害，总算是走了。哎呀，害得我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。你也是脑袋糊涂、蠢笨，怎么能拿大郎辛苦挣来的奖赏投葛氏布庄呢？赔个底儿掉吧。幸亏是有大郎和三郎是好的，我要靠着你们二房，我还不得喝西北风啊！阿母啊，哎，三弟来信说过几日能回都城，今年可在家中过正旦。自孩儿起事11年，难得我们三兄弟能齐齐整整地团聚在阿母的膝下，也可好生热闹一番。这么多年呢，你们兄弟东一个西一个，阿母这心呐，就没囫囵个儿过。君姑，三弟两口子会在清县与宋儿少公会合之后一同归家，除了还在边关镇守的永儿小两口不能回来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真正团圆了。对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。哎呦，咱们程家好久没这么热闹喽！君姑，这一时之间哪腾得出那么多间屋子啊？啊，对了，之前不是说要给四娘子备建书房吗？我看她也无甚用处，不若先把那2间房腾出来给侄子们住。四娘子应该不介意把房子让出来给兄长住吧？可阿母说了，如今让我日日文书。这可怎么办？有心读书哪儿不是书屋啊？这也不过是应急之策罢了。弟父说的也没错，若真心想要读书，就算是马厩、草棚也能读。袅袅，不是让你每日在屋里温书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青葱，督促袅袅不背完书不许吃饭睡觉。既是四父也不反对，那我明日就令人将书房先收出来。我那可是2个宝贝孙子，怎么能挤在书房里睡觉呢？反正你也没生儿子，二房拢共也没有几个人，不如你把主屋腾出来，跟大房换换。不行，君姑有所不知啊，这主屋也就是瞧着上好，实则年久失修，潮得很，住不得人的。你就赶紧修缮呐！你看正好还能赶上正旦，接我的宝贝儿孙们回家。怪来怪去，就怪我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，成日里就知道对着这些破书烂简发呆，倒让我个妇人在外冲锋陷阵。你们程家，长兄打仗为将，三弟读书为官，留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，今日竟连主屋都保不住了。你个不识点子！他若是连主柴都换不来的话，还不如一把火烧了难得干净。我的书籍，阿父，阿父，我的书简，阿父，阿父，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主屋本该就由长子长孙所有，只是大哥常年在外征战。这都一个是。娘娘，先垫垫肚子，吃了。每吃一块多备5句。哎呀，夫人，
袅袅之前受了这么多苦，夫人是否对袅袅太严厉了些？将军若是觉得我管教的太严厉，我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。以后女儿你自己教。你阿母教的对，常言道，慈母多败儿，严师才出高徒呢。你与你阿母好好学，日后定有出息。阿父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把点心拿走。他续伯记留你在家尽孝，那总该给我们点好处吧？若不是你身子不行，泱泱又何至于是个女娃？20余年，就因为无嗣，我在你阿母面前就从未直起过腰。本想过起腰根儿，也被四娘子给搅和了。现在倒好，好儿郎没我的份儿，这好宅子也没我的份儿了。你还说不是他大方欺人太甚啊？其实偏院也挺好的，阿父住偏院，读书还清静些。你闭嘴吧！你当我不知晓吗？每我发四娘子进食，都是你悄悄的去给他塞声，这才致使我拿捏他不住。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看看你们这父女情深的样子啊，一个孬，一个怂，怎么叫我赶上你们这么一对父女？我倒宁愿我生的是四娘子那个黑心肝的小混账。往日我不听二叔母的话，她就不让我吃饱饭，待我饿到头晕眼花之时，自然什么都肯听她的了。不曾想，如今回到阿母身边，照样是饿肚子。那你不爱用心读书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知晓，楼为何能建那么高，车为何能行这么远，地里为何能种庄稼。我还想看看这世道的真实模样。这些圣贤道理，待我看过外面天地，回来再学也不迟。分明就是你懒怠贪玩，还巧言令色。你不想学圣贤道理，本就是你无理无德；你不想听人劝解，本是因为你性情睚眦必报。真当我看不出你的小心思吗？你举告董舅父也就罢了，还恐吓你大母，更暗中举告你的二叔母。这些年他们的所作所为我看不惯，袅袅举告他们，那是为陈氏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何错之有？错在你年纪轻轻，便行事不知天高地厚，竟视朝廷的生杀大事为儿戏，险些连累了程家，还自诩聪明。若不好好教导于你，总有一日会做出天大的祸事，累及家人。乖乖的给我看书吧。被人欺负到头上也不还手吗？我若是认打认骂，早就被欺负到泥土里了。难道还要让我学你？费了面子，忍了10几年，如今连主目也被二叔母占去，装什么贤良大度？怎会任由二叔母骑到自己头上？二叔母，可曾歇息啦？
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我还要住的院子。四娘子，不要以为你父母回来便有了靠山了，还胆敢上门来嘲笑长辈了。也不看看你那阿母，是否真与你站在一道，会为你出头？二叔母，看来我与阿母的好多琐事，你都甚是清楚啊。不错，我是派人跟着你们呢。哎，我就想看看你们这母女重逢以后啊，到底能有多少的情分？这现下看来，你们这母女情分也不过如此啊。既二叔母已经看出来了，我也不必遮遮掩掩。二叔母可愿继续住在主屋？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？这是哪来的话？我阿母可是从沙场征战回来的，你若是硬碰硬，如何碰得过她？但若是二叔母你拿子嗣去说服大母，谁都说不准二叔母未来会不会有大母的孙儿呢？四娘子，此事还需你来提醒我。你会这么好心，站在我这头和你阿母作对？你是来诓我的吧？我有什么好诓你的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只要我阿母不痛快，我便就痛快。二叔母，天色不早，娘娘回房了，二叔母早些休息。你知，我知。这小混蛋！哎呀！也算不枉费我的一番苦心教诲，终于给大房培养了一个好孩儿。君姑勿恙。屋子收拾好了。君姑，之前四父只说不愿累着我们，一家人住在后院即可，我这才勉为其难继续留在主屋的。这眼下又说侄子们即将归来，那须臾之间，哪有那么快理出屋子来的？人家跟你客套几句，你就当真了？大郎才是成家之主，你久住主屋不肯搬，岂不让外人笑话我们没有规矩吗？这也不是心腹不愿意搬，我是问过老神仙了。老神仙说，这主屋啊有利子息，四父住在主屋之时，这子嗣多旺盛啊，可得了3个儿郎呢。那你住了好几年也没见你旺啊。是，我自问不如四父会生养，只求君姑还念在二郎的面上，可怜可怜他。年过而立之时，人膝下无子。这旭伯嘛，膝下子息旺盛，自然是不信这些鬼怪胡说了。那我们这些命苦之人，君姑还是要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嘛。那子息旺盛有什么呀？大郎屋里不就3个儿子吗？我又不嫌多。老神仙的话也未必真准，若非当初轻信于他，我也不会将袅袅留下。这么多年，无人管教。老神仙说的怎么不准？我的身子骨恢复，多亏了老神仙。是，我觉得老神仙说的有道理。既然
主屋望子嗣，那二房就继续在主屋住着吧。是，君姑，难不成地父一日不生出儿子来，他就可以一日不搬？对呀，子嗣为大。君姑，我今日在此起誓，若一日不能为陈家带向儿郎，我就一日不搬了。四父，咱家君姑这脾气是谁也拗不过，天大地大，子嗣为大，只好继续委屈四父一家，住在后院啦。只要地父以后莫要后悔就好。我早听说四父喜争强好胜，今日可真让我亲见了。咱们这当女人的呀，该示弱还是得示弱。要不是四父将袅袅逼得太过，他又怎会反过来替我出主意，和你争夺主屋呢？此事与袅袅何干系？袅袅资质平庸，四父就是将打磨得再紧也无法成器呀，还不若放任自流。依我说呀，这养女儿可不是领兵打仗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得因材施教。泱泱好学，便能学些圣贤典籍；袅袅善辩，便得教些妇人手段。当然了，这袅袅又不是我亲女，我在这儿瞎操的什么心啊？我这再操心，还能越俎代庖，超过你这亲生母亲不成？你公子在做什么呢？嘘。阿母罚我抄书卷，我在改刀笔。此刀笔做好了，可以一笔3字，厉害吗？看，你试试。我还有一个。真的写成了1笔3字。你公子好生聪明，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呀？下去，我跟袅袅有话说。还不快下去？是。昨夜你可找二叔母，指点她如何留在主屋吗？既要搬去新宅子，那旧宅主屋便让给他好了。你是如何知晓我们要搬到新宅的？二叔母霸占主屋，阿母并未反对。以阿母的性子，又不是容易妥协之人。我猜，定是因为阿母知他占了也无用，才弃之不要的。再说，阿父随着万伯父打了胜仗回来，朝廷封赏迟迟未到，算算日子，也差不多了。我与你二叔母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都是长辈之间的恩怨，无需你插手。又不是只有阿母一人与他有恩怨，他们欺我辱我，阿母都视若无睹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阿母怎就看不过去？过去我与你阿父不在家，未曾教导你，任由葛氏将你养成了肆无忌惮的性子，是我们未尽父母之责。之前你装病也好，举告亲长也罢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此为最后一次，若还有下次，我定不会轻饶。你要好自为之。拿来。
拿来。还有一个呢？好好的看书。好自为之。好自为之。城使萧元一听诏。制诏校尉城使，朕闻贤可兴国，建国当风。城使深植忠孝，屡立战功，故封关内侯，采邑取陵，10邑500户，以彰功绩。臣接诏谢恩。麒麟和请起。麒麟好，可喜可贺呀。劳烦城使了。老头子，老头子保佑我们呐！咱们大郎有出息了，成了将军，封了侯了，喜事真是天大的喜事呢！君姑，可不止这些呢。我听闻圣上还赏了旭伯许多田地呢。大哥光宗耀祖，我们为您也甚是高兴。这都听完诏书了，怎的还不回房？一会儿吹风着凉了，害得君姑又要为你担心。哎呀，你心腹说的对。哎呀，二郎啊，二郎啊，你要有大郎、三郎一半的出息，阿母也能闭上眼去见你阿父了呢。阿母，我们3兄弟啊，为这个家操心最多，功劳最大的就属二弟了，你怎能说他没出息啊？二弟，你平日里最喜欢读书，这次圣上赏了许多书帛，你去挑挑，可否有喜欢的？多谢大哥。大郎啊，你二弟待你孝顺我，你就送他书帛。那儿啊，阿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是不是多留些给阿母啊？自然短不了阿母的，金银细软都归阿母。圣上都赏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可多了！那些宝贝呀，寻常你别说我见了，就是连听我都没听说过呀。那一台台打我身边经过，多得我眼睛都不够用哦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带我亲自去看看。好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可听闻圣上赏了人万将军一套大宅子呢。是。啊，正是。不过万兄说了，他现在这个宅子将来给咱们家住。阿母啊，到时候你就住万老夫人如今的居处，儿与元一就住原先万将军的屋。往日里我去万将军府，对那宅子就心生欢喜。万万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们竟能住进去了。地府就不用去了。你不是说生不出大胖小子，就在主屋住到老吗？既然主屋这么利你，你可得好好住啊，住到死。你放心，没有人去碍你仔细，就连二弟也和我们一起住新宅子，绝不会妨碍你。军姑。军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啊，做什么主？义父所求的不就是今日吗？这主，老神仙已经替你做过的，别
忘了你可在老神仙面前立过誓的，是吧，君姑？啊，是的，赶紧啊，对，是赶紧的去瞧瞧圣上赐的宝贝啊！走，二弟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大哥，哎呀，多谢大哥！哎，来，看你客户有喜欢的，哎，你快说说皇上都想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？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去。走。受伤了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进，你不能进，女公子在练字呢。洪少商，我可真是小觑了你啊！你竟心机深沉至此，你假意帮我，无非是想麻痹我继续留在主宅。你甚至不惜诋毁你的生母啊！这就怪了。二叔母是为了陈家子嗣不肯搬离主屋，而我是为了妻阿母，咱俩你上房，我搭梯，为何只责怪我一人？我知道你这些年怀恨在心，才故意使计来离间我们二房。世伯命你二叔搬去新宅，却单留我一人在此，这定是你们母女挑唆的。二叔父腿脚不利于行，阿父想着新宅扩大，家居可摆放的空旷些，以免二叔父磕着碰着，那是好心。你少狡辩！我立誓不生出子嗣，绝不搬离。可现在你们将你二叔搬去了新宅子，我一个人，我跟谁生去啊？我自古都是母鸡生蛋，公鸡死产，女人生孩子，要男人有何用啊？你说谁是鸡啊？那男人，哼！我跟你个才鸡鸡的丫头，我说不清楚。你也别得意，你跟你阿母无非是命好，有续伯利的功劳傍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若是命好，怎会在襁褓里就被留下？自小就无双亲庇佑。我若是命好，又怎会被二叔母丢在乡下庄子里，病得人事不知，险些丧命？二叔母觉得我阿母命好，无非是因为阿父身体康健，二叔却身有残疾。可这些年，二叔对二叔母也是事事唯你是从，你怎就不知知足二字啊？唯我是从，那是他没本事，他窝囊。若非他窝囊至此，无法担起这一家之主，我又何至于在此受你和你阿母的嫌弃？就这么一个瘸子，也就你们程家把他当宝。郑夫人竟当着女公子的面如此数落众老爷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她是被袅袅激将的口不择言了。女君是说女公子是故意的？带几名舞婢去主屋。是。程程，你也算个男人！看着你妻子受此屈辱，你竟一言不发。不如我将我这裙袍给你，你穿出去给你的兄长们瞧瞧，可好啊？读书不成，做官不能，还是个跛子。你还有做
愤愤不平，大可以回葛家去。兄长多与你近。休想！我家世与程家困厄交加，现下兄长飞黄腾达了，你竟想吃了我？休想！你若早前叫我回娘家去，我倒竟有几分待遇。怎么？一辈子软骨头的窝囊废，旭博得胜归来，你都长了毛的胆了，你敢跟我顶嘴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不要想！你个窝囊废，你知道吗？住手！放下！师父。青葱，将军寻了他好久，想与二叔好好喝几杯，你陪着一起去吧。是。青葱姑娘，你不用扶，我自己可以走。李军的命令，青葱不敢违抗，还请众老爷莫要为难我。给我撒开！萧元一，你敢打我？今天我不光要打你，还要休了你！休想！当初程家穷困，全靠我们葛家，那又如何？如今程家势大，葛家势弱，我想打你便打你，想休你便休你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你看，我阿父对程家有恩。什么恩？资助粮草吗？县里乡里哪家大户不曾献过？我们护卫乡里周全，使得众乡亲不致沦落刀枪战火之中，保全了多少何家性命？不就出些粮草财帛吗？也算是恩德。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三心二意、愚蠢不堪的妇人，也就是二弟仁厚才容你至今。你以为都是你的功劳，他怕你吗？我们3日之后就搬家，你就乖乖的在此地等着葛家来接你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竟要通知我娘家休了我？你不是几次想改嫁都嫁不成吗？我不过是助你一臂之力而已。我知道你这么对我，无非是要为你女儿报仇。可我并未加害过她，是她自己不争气。你恨错人了。我萧元一从不轻易恨人，也绝不会恨错人。你记恨不心，日劳心浊，我又怎会不管不察放纵了你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清清楚楚。你这10几年对袅袅做的事，我全都知道。那你又能拿我如何？大不了我带着泱泱回娘家去。想得美！泱泱现在是程家子，自然就是程家的人。但你得走，我需让你知道，当年你假托老神仙之名，逼我抛下袅袅时，我心里的滋味儿。是为
是让老神仙说准了，君姑千万记住了，老神仙可说了啊，须得留下此胎孩儿，方能保君姑安稳度过此劫。不能忘。不忘。江湖术士的话，你也敢往阿母面前递啊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旭伯出征在即，不舍得孩儿也是人之常情。正好了，四父新生产，身子虚弱，不若让四父和小公子一起留下来。这样一来，四父既可照顾了孩儿，又能应了老神仙的话，让君姑安稳地度过此难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已经妄想拆散我们夫妻，谁也不会留下。我们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。那阿母呢？阿母就不是你的家人吗？你就舍得阿母的命吗？老神仙说了，今年我逢遭血光之灾，必须留下主，这胎方能挡煞。哎呀，你个不孝子，你分明是要我的命嘛！哎呀，我白白的养活了你们兄弟几个呀！老头子，我活不了了。阿母，那分明是江湖术士的谎言，无稽之谈。哎，这老神仙算的可准了。老神仙说四父定一举得难，岂不是应准了？对，准了。算得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宰了他，看他能不能算出自己的一劫。将军，刚得军令，孤城危矣，须得将军紧急前去救援。什么？圣上刚下军令，即刻整军1个时辰后出发，出使孤城，驰援霍侯。你走也可以，必须留下这胎孩儿，否则从我身上踩过去。君姑，云姨，君姑方才说什么？只有留下孩子，才可替君姑挡过这一劫。对，对，还须得是这胎的孩儿。对，这胎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留下女儿吧。女儿？是龙凤胎，女君还生下了一位女公子。我把女儿留给君姑，便是我们夫妇给君姑尽孝了。我带儿子走。愿意。将军，祸是危急，不可耽搁，即刻启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出此屋半步。是。二叔呢？家主陪着呢，女君放心。
多派些人看着葛氏。眼下就要迁居了，别让他坏了我们的皇道正气。女君就放心吧，不是我瞧不起钟夫人，便是现在给她把刀子，她也舍不得自强。家门不幸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莫要喜形于色。女君说的是。若是他安分些，我自会留下这老宅，与他养老终身。如今看来，是用不上了。少主公，城中的打铁铺都无异样，唯独这家自董仓管被捕以来便关了门。外人知道这里地处偏僻，生意不好，但我们留意到，每日仍有仆从给铺子里的人送吃食，但这铺子里的人却一次也未曾出。走。是。少主公。天下铁匠，最是尊重主荣，不可能任由神像染污。能查到这里，算你有本事。但你想知道的，我一个字都不肯说。我无儿无女，无亲无眷，你还能诛我9族不成？我知道你让人开口的手段很多，落在你手里，定是生不如死。所以，差不多起来。是剧毒，救不活了。这些兵袭来的太及时了，正接我们的燃眉之急，赶快入库吧，快！
江湖做过事的所有伙计，还有。 葛老太公，岳父大人，小婿对不住你。哪里，是我们亏欠了你呀！我们葛家对不住你。泱泱，见过外大夫、舅母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们泱泱长高了，要好看了许多。泱泱长得这般好，这都是亲家们照顾的好啊！哦，泱泱，舅母给你带了好多东西呢。泱泱体弱，二弟的腿脚又不方便，太公年迈了，就别站在这儿了，都赶紧进屋吧，太公。啊，对，老太公，请。请。赶紧把他给我带过来。走。我呢，是可怜他年幼丧母，娇惯过分了。我也知道他有好多不妥之处，但还是厚着脸皮把他嫁到了程家呀。苦了大家喽！这些年，诸位是多有包涵。今天，老夫特前来，太公赔礼啦！使不得，老太公，请起。阿父，明明是他程家对我诸多委屈。混账！女书，自从你出事，君舅对你是无所不依，何等的爱护，你可尽过一日的孝心，日复一日的胡闹惹事。如今君舅已年届古稀，为了你冒着风雪，连日连夜的赶路，你尚无一丝愧疚之情。你简直是全无心肝。太公这般让我等汗颜，想当日我起事，若非太公粮草相助，焉能？将军，休提此事。这只有我女儿这等妇人，才整天把粮草这点事挂在嘴边。想当日，天下大乱呐，
像我葛家薄有资产，而又无依仗者，那不过是恶狼口中的一片高鱼饵啊！亏得将军振臂一呼，我等乡民得以保全，有何可言谢的？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老太公过谦了。10几年来，我是久居乡里，耳目闭塞呀。原本以为他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这脾气会慢慢的变好，可是想不到，据来人回报，他非但没有改正，反而是变本加厉。这算苦了你了，我没有教养好自己的女儿，反倒害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您别这么说，也有我的不是。原本他……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品性呢？本来做翁婿是最好的缘分，最后反倒害了你，使你志气消磨。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大家呀？哎，今天你就写休书一封，我立刻带着这孽障回去。去。不是说葛家人来了吗？老夫人定会携全家宴请吧？怎么钮公子先回来了？人家一家人你侬我侬的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从前我觉得堂子倒霉，摊上这么一个拎不清的阿母，如今才知道，她的命是真的好。舅母这般疼她。众夫人嫌三娘子不是儿郎，没满周岁就丢给舅母养，这算什么命好啊？祸兮福所依。堂子若和我一样，在家中长大，定会和二叔母一般，人憎鬼厌。她如今在外祖父家长大，葛家人把她当成掌上明珠，都不似我。大母不疼，二母不爱，还有个不怀好意的二叔母教养着，我才是命不好呢。全家人哪有不喜欢你公子的？你怎能自行离开呢？还没给葛太公问安呢，也未免太失礼了。太公又不是来走亲戚的，是来办大事的。我一小辈在旁做什么？看二叔父写休书吗？这些年二叔母可没少折腾我，难道我还要听太公对我这孙辈说对不住？不过今日之事，是我未想周全，今后会改，一定会改的。还是要跟我去给葛太公和葛舅母见安，免得让人等久了。舅母带我回家吧，我想回家。傻泱泱，程家才是你的家，这里有你的父母，有你的家人，你也只有在程家才有前程。我不要前程，我要救父救母。阿紫，哎，进来吧。好。妹妹，给舅母问安。这是袅袅吧？这孩子看着就乖巧。来，快坐啊。我们家女叔她，阿紫别再说了，咱们两家比邻而居，有何不清楚？阿紫也没少吃过她的苦。可是后来她嫁入你家，轮到你受苦了。
这下他被太公领回去，又得你受罪了。说起来也是我对不住你。泱泱，不要一听到别人非议你的母亲，你就觉得羞愧，把头低下去。我们受之父母的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发肤，还有你的品性。如果父母品性得宜，你就好好的学习，跟随；如果父母有所不足，你就引以为戒。记着，你的言行才是你身上最好的配饰。现在把你的头抬起来。都说男儿志在四方，那女娘难道就能永远依附父母而活吗？父母做不了你一辈子的靠山。只有你自己心智坚毅，才不惧山倒海枯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像一棵大树般自立自强。你呀，以后要学到大伯母的3、4分，就无语了。为何都不喝老姜啊？舅母，尝尝这是我们家老姜，可好喝了。这娘娘可真是懂事啊。阿紫还是像当年般心胸宽阔，教出来的泱泱，自言行举止端庄敦厚，哪像我家袅袅啊，被个。也不知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。这教孩子哪有来不及的？纵使孩儿们七老八十，只要为人阿母的尚有一口气在，就有责任教会他们。我们家泱泱呢，虽然人是钝了一点儿，但胜在她老实听话。希望妹妹以后千万不要嫌弃她。我从前就喜欢阿紫，阿紫教出的泱泱，我自更心中喜欢，怎会嫌弃？从今日起，泱泱就如同我亲生女儿般，绝不令她受半点委屈。何地？我无非是觉得葛舅母说话中听，我喜欢这般性子的人，便就这么做了。阿母为何会这般想我？阿母就是瞧我不顺眼，恨不得从最坏处揣度我。在阿母心中，堂子敦厚，我却从不人善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心有算计。若非你平日里行事偏激，阿母也不至于误会你。你若与你堂子一样，寻常柔淑勤勉，旁人想你，自然也就会从好处想。女儿愚笨，
学不来泱泱阿紫。可我真是好羡慕他，自小就有葛舅母教养。我从小就没人教，哪里比得上？阿母不必生气，女儿倒有一法子，为了阿母的康健着想，这次以后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，多去看看十全十美的堂子。如此一来，你什么气都顺了。无碍，再刺头的兵我都能驯，不过就是个顽劣女娘。日后我自有办法慢慢调教你。陈少商，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早有成见之人，不若索性寡情一些。反正你既无知情可依靠，也无挚友可分担，厌你之人比爱你之人多得多。没了葛氏，还会有其他人。不如对自己好些，对他人期待少些，活得才能更自在。因家母年迈，未能远送。哎呀，老夫哪有脸面再让老亲家远送啊？贤侄啊，你从小就好读书，家世不雅，你既有心继续求学，此去白鹿山，定学有所成。太公错爱，实对不住。你呢，不要自愧残肢，也不要自愧年长。古来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才有成就，咱们比不了圣贤的成就，但是比劲头总可以吧？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，返回故乡，一定要办一间学社，不论贫富，只要他肯读书，咱们就教。到那时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呐。承太公所言，程程定无负所。阿父，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，家中杂物泱泱会学着打理。你阿母回葛家，阿父也要远行了，从此便不能体贴照顾你。长嫂，泱泱性子软，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唤惯的，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还望长兄长嫂能够看顾一二，这样我去白鹿书院也能够安心读书。二弟放心，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教诲养育的，定不让泱泱受半点委屈。泱泱，以后遇到事多跟你大伯母商议，你要记着，程家才是你的家。